我自幼长在药王谷，医术只学3分，毒术却修到10成。苏家接我回京认亲，可惜府里早养了个鸠占鹊辽的假千金。没规矩的野丫头，也配嫁入皇室？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这串佛珠是师傅用来镇压我天生恶果，现在镇不住了。晏殊，你天生恶性，不比常人。这佛珠，你动怒时就念静心咒，若不压着，迟早惹出大祸。师傅，草木能救人，换个顺序，换个伎俩，也能让人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多有意思。哎，晏殊，下山后行事留3分余地，真惹出祸事，药王谷永远是你的退路。大小姐，苏家找了您多年，您才是真正被调包的苏家嫡女。今晚宫宴，老爷夫人已备好衣裳，这就是要嫁给残废王爷的替嫁货。他们找我回来，不只是认亲吧？听说他在乡下长大的，也不知道身子还清不清白。乡下地方乱得很，还有一女共侍2夫的事呢，也就是个替嫁的命罢了。要不是嫣儿你不想嫁给那个残废王爷，苏家怎么会想起把她从乡下捞回来？没规矩的丫头，凭什么嫁入皇室？你躲什么？我不碰你一下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，真以为被苏家接回来就是正经嫡女了？梁姐姐，别这样，姐姐才刚回家，不懂规矩也是难免的。怎么连话都不敢回了？乡下地方能教出什么好东西？谁知道你清不清白？说完了吗？你们不该碰我的佛珠。怎么？我说错了？你本来就是乡下长大的，谁知道这些年都跟什么人混在一起？如今不过仗着苏家接你回来，便想踩到嫣儿头上，你配吗？那你呢，苏小姐？你也这么想吗？姐姐何苦这样逼我？我从未想与你争什么。是吗？可我看你明明很怕我。三殿下，三殿下认识他？殿下。哟，这荒郊野岭，你一个小医女遇到本殿竟不行礼，愿不愿意跟本殿走啊？殿下，下次别随便拦路，你招惹的不是医女，是会要你命的人。不过是乡下来的丫头，三殿下何至于这般失态？闭嘴！是底下人不知轻重，冲撞了姑娘，还望姑娘大人有大量，不要同他们一般计较。殿下这话严重了，不过几句玩笑话，我怎么会放在心上？姐姐，你究竟想做什么？你怕了？我为何要怕你？因为你心虚，你占了我的身份18年，享了本该属于我的富贵，如今见我回来，怕我抢走你的一切。我没有。有没有？你心里最清楚。太子到。出什么事了？没什么，不过是几位小姐说话没分寸，起了点口角。陛下驾到，皇后娘娘驾到。方才殿中喧闹，出什么事了？方才本宫在外头，倒像听见有人惊呼，莫不是谁失了礼？是臣女好友与姐姐言语上有些误会，惊扰了圣驾，是臣女的错。这就是苏家找回来的长女。回陛下，正是。四小女久在外头，不懂规矩，臣回去必严加管教。老三，你脸色怎么这么差？儿臣无事。苏家大小姐，抬起头来。老三，你认得他？认得。他是谁？是药王谷的人。药王谷何人？他是药王谷的晏殊。毒女。你就是晏殊？是，既是药王谷的人，便更该知晓分寸。今夜是宫宴，陛下与本宫都在，不可胡来。娘娘说的是。陛下，娘娘，臣女方才只是失手，真不是故意冲撞苏大小姐。失手？是失手，我不过想拉你一下，谁知佛珠会……那你骂我清不清白也是失手，说我乡下长大不配嫁入皇室也是失手。姐姐，今日都是误会。梁姐姐心直口快，并无恶意。你若心里不舒服，我替她向你赔罪。你替？苏嫣，你拿什么替？姐姐才回苏家，许多事还不明白。梁姐姐也是心疼我，才说错了话。姐姐若要怪，便怪我吧。拿你占了我18年的身份，还是拿苏家找我回来替你嫁给靖王这件事？住口！胡说什么？晏殊，你怎么能这样说？你妹妹她从……妹妹？我娘只生过我一个女儿，哪来的妹妹？姐姐，你为何一定要这样逼我？我从未想过抢你什么，婚约本就是你，我也只是不想嫁给残废王爷。苏家当真有替嫁之事？陛下明鉴，小女刚回京，不懂事，听了外头闲言碎语，才会误会臣与内子，臣绝无此意。苏大人说没有，那你敢不敢当着陛下的面说苏家接我回来之前，从未问过苏嫣愿不愿嫁靖王？你敢说吗？
我怎么喘不上气？我的手好麻，我舌头冷，好冷。现在才发现自己中毒了吗？解药，给我解药！我不想死。叶树姑娘，方才是我嘴贱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求你饶我一命。传太医，陛下恕罪，此毒臣等看不出。废物！父皇，此毒寻常太医恐怕解不了。你倒是清楚。儿臣只是听闻药王谷毒术难测。晏殊，把解药交出来。陛下要我放过他。放肆！这是宫宴，不是你药王谷。他们当众辱我清白，毁我名节的时候，没人站出来说这里是宫宴；他们当众伸手扯我、碾碎我贴身佛珠，肆意践踏我尊严的时候，也没有站出来说这里是宫宴。晏殊姑娘，他们纵的有错，你也已惩戒过了。今日若闹出人命，与你也无益，不如见好的就收。见好就收，娘娘，他们肆意羞辱我、践踏我尊严的时候，可没有人站出来让他们对我见好就收。姐姐，是我错了，是我没有约束好身边的人，才让他们冲撞了你。你若恨，就冲我来，不要牵连旁人。燕儿，你身子本就不是，怎么能这样撑着？苏嫣，你真想替他们受？是，只要姐姐肯消气，我愿意。好啊，急什么？给我，快给我！吃了药，命能保住，只是每逢阴雨，皮肉刺痒，每至寒夜，骨缝生疼，后半辈子年年岁岁都能记得今晚是怎么欺我。苏大小姐，你闹这一场，应当不是只为杀人，你要什么？还是太子殿下明白，我要2件事：第一，梁小姐跪着把我的铂珠一颗颗捡起来，亲手串好；第二，苏嫣当着满殿人的面认清自己的身份。你什么意思？认她只是苏家养大的假千金，认苏家找我回来，是为了替她嫁入靖王府。你休想！那你就慢慢熬着。靖王殿下到。儿臣见过父皇母后，还来做什么？听闻宫宴热闹，儿臣来瞧瞧。不过是女儿家几句争执，倒惊动你了。哪位是苏家大小姐？我倒不像是会吃亏的。王爷好眼力，他便是与你有婚约之人，你意下如何？儿臣觉得正好。靖王，你可想清楚了？想清楚了，王妃厉害些，王府也清静，皇叔来的是正好。可苏大小姐现在不肯解毒，非要苏家与梁家给说法呢。你要什么说法？哼，他们欠我的都得还。哦，若不给呢？那就让他们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也算是公平。王爷，我从未想过求姐姐什么，婚约本就是姐姐的，我从来没想嫁给你。苏颜，你还真是蠢，你不想嫁就让我来嫁，你想了我18年的身份，临了还要我替你跳火坑，如今在这儿装什么清白无辜？你闭嘴！是你自己命不好，谁让你被扔在外头？谁让你活该长在乡下？燕儿，这才对，以后别装了，怪恶心的。父皇，既然婚约已定，不如把婚期提前。提前？是，3日后，儿臣迎娶苏家大小姐过门。准。你真以为嫁进靖王府是什么好事？一个残废王爷，一个被皇上忌惮的废人，你嫁过去不会有好下场。哦，你别忘了，你只是替我去的。替你？苏颜，你到现在还没认清吗？是我不要你们苏家，不是苏家不要我。至于靖王，至少比你顺眼。晏殊，你今晚闹成这样，是想毁了整个苏家吗？苏家把我从药王谷找回来，不就是为了挡灾？如今挡不住，便怪我。你别忘了，你姓苏。可我不相信。苏大人素来秉公行事，应当知晓，名分恩情从不是单方面强求来的。晏殊，你怎么能这样说话？我们好歹生了你。生了我，那当年弄丢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起自己生过我？你闹吧，你把苏家逼成这样，自己也不会有好下场。那就看看是你先死，还是我先死。王爷深夜登门，不怕坏我名声？你在意？不在意。那便好。王爷有事？看看，苏家认回你并非偶然，有人借苏家之名，想将你从药王谷引回京城，再顺势塞进靖王府。苏家可没这个本事。真正想让你进京靖王府的人，在宫里。有意思。
有人费这么大劲把我送进京，说明京城里有值得我大开杀戒的东西。合作吗？怎么合作？你替我治腿，我替你查人，王爷装的挺像。彼此。好啊，那就合作。王妃到省市，虚礼太多，麻烦。做什么？不是废的彻底，是毒。王爷倒不惊讶吗？你若看不出来，我才惊讶。毒性藏得很深，像宫里出来的东西。下毒之人在宫里，是谁？还不能确定。看来王爷这些年过得不怎么样，所以才需要王妃。既然今日成婚了，合作归合作，夫妻归夫妻。王爷，你想做哪一种？若王妃愿意，可以都做。靖王，你胆子不小。王妃也不小。我规矩不多：第一，不背叛；奴才不敢。第二，不多嘴；第三，不伸手。做得到，便能在王府活得很好；做不到，我会亲自教。奴才谨记王妃教诲。王妃立规矩，比本王省事。我不喜欢麻烦。巧了，本王也是。疼就说。说了能不扎？不能。那不必说。王爷倒是懂事。宫中秘药混了边地寒毒，手法很阴。可能解？能，但疼。疼不死人就行。当年怎么中的？边地旧案后，我曾带兵平边，回京后被指纵容部下私吞军械，父皇震怒，削我兵权，禁足王府。没多久，腿便开始疼。外头传你是在战场上伤了腿。传言总比真相好听。皇帝忌惮你，至少3个月才能逼出大半毒性。要彻底恢复，还缺紫玉梅、寒灵草、金乌胆，前2样在太医院秘库，最后1辆在宫中私库。那就麻烦晏殊帮忙。我帮你扎针已经很辛苦了。好。王爷，晏殊，京中有流言，恐会祸乱皇室，还说苏家2小姐病得厉害，都是被晏殊逼的。让人把宫宴上的事说清楚些。梁小姐如何辱我，佛珠如何断，苏嫣如何承认自己不想嫁靖王，尤其最后一条，多说几遍。是，借流言反制流言。晏殊很熟，毒入血肉，人心入骨，本就差不多。那晏殊觉得本王的心如何？黑得很。彼此。陛下，苏父私吞朕银，包庇族亲，徇私改案，还暗中攀附太子一脉，桩桩件件皆有凭证。陛下，臣冤枉啊！苏大人若冤，这账字从何而来？这几名地方官的证词又从何而来？夫人，不好了，老爷罪证确凿，朝堂之上再无辩驳回地。母亲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嫣儿，那我们还能怎么办？进宫，求皇后娘娘。我从前常入宫，娘娘一直喜欢我，只要娘娘肯救海宇就生。皇后娘娘凤体不适，不见外命事。连皇后也不要苏家了吗？王妃，苏夫人今日入宫求见皇后，被拒了。意料之中。苏家根本倒得比本王想得快。从前没人查，是因为他们还有用，如今没用了，自然人人都想踩一脚。你做得太急，不怕苏家狗急撞墙？他们敢拿我挡灾，就该知道灾会烧回去。夫人，还有这封礼单，梁家送了厚礼求见。梁小姐近日每到夜里浑身刺痒，骨缝生疼。那就让梁小姐亲自把佛珠送来，跪在王府门前道歉，再把宫宴上说过的话一字一句写下。王爷、王妃，查到了，苏家去药王谷认亲前，曾有一名内线秘密入府。哪宫的人？内廷记录上写的是闲差，可属下查到，此人曾在御前行走，并非皇后宫中，也非东宫。御前越来越有意思。晏殊，这是我腿疾发作前后王府药材采买记录。鹿胶、沉香、川乌、含全石，单看是调养，混在一起，再加边地寒毒，便能催发经脉里的阴毒。最早出现是你被削兵权后1个月。下毒的人不想你死，他想让你活着，却只能做残废王爷，困在王府。那你呢？我大概是第2道锁。毒女嫁进晋王府，你若不安分，我就是刺尽后心的除掉我。我若失控，多好的一局棋！可惜他们选错了刀。王爷、王妃，3皇子府送来礼。昔年荒唐冒犯姑娘，金凤薄礼，愿姑娘高抬贵手，旧事一笔勾销。收吗？当然收。怕我的人送礼，我为什么不要？他倒识趣，比苏家聪明些。懂怕的人通常能活久一点。让诸位见笑了，我原不想惊动你们，只是这些日子府中事多，我心里难受。苏小姐也别太伤心，姐姐怨我明白。若不是我占了苏家大小姐的位置，姐姐也不会吃那么多苦。可当年我也只是个婴儿，什么都不知道啊。是啊，这也怪不得你。苏大小姐性子确实烈了些，
只是替嫁一事传得沸沸扬扬，苏家总该给说法。你还嫌苏家不够乱？请这些人来做什么？若不是你宫宴上失言，苏家何至于被人弹劾？父亲是在怪我。父亲当初找晏殊回来，难道是为了父女团圆，不是为了让我避开靖王吗？放肆！我说错了出事了，父亲便把错都推到我身上。可当初点头的人是谁？拿我婚事算计晏殊的人又是谁？别吵了，你们别吵了，妍儿已经够苦了。晏殊太狠，他怎么能这样对我们？去药王谷查晏殊的师傅，他在那处扶住了总不大在意的人。小姐，听说是药王谷带回来信子。小姐，这毒古怪，老夫不敢胡乱用药啊！废物都是废物！王妃说，再伸手去药王谷，下次黑的就不是手指。晏殊，你很护药王谷，多事。我已让人守住入京几条路，药王谷若有人来，会有人暗中护。谁让你管了？合作总要有诚意。下次别自作主张。好。皇后娘娘怜惜王爷王妃新婚，特赐安神香一盒，说王爷腿疾多年，夜里难眠，此香最能宁心。娘娘有心了，王妃喜欢便好。回去替我谢娘娘。有问题。安神香里掺了扰经散，对你的腿毒极不好。若连点3夜，你经脉会乱，旧毒会反冲心脉。皇后未必，但送香的人一定知道你府里有眼线。是。不是我，信不是我传的，是厨房刘婆子让我递的。胡说，明明是你收了宫里银子。王爷饶命，奴才只是传了几次王妃的行踪，旁的什么都没做。都记下了吗？记下了，不必送官，先关着。宫里那条线剪了。是。靖王府那边没有发作，只是人都失了联系，全折了。一个残废王府也值得母后如此费心。你小看靖王了。靖王不足为患，倒是那个晏殊一身毒术，留着亦就麻烦。所以要离间他们，用苏嫣。他恨晏殊，恨意用得好，比忠心更听话。怕吗？怕什么？宫里，我下山7年，最不怕的就是病人拖、仇人太多。那便好。王爷呢？我也不怕，只是等得太久，有些厌了。王爷，王妃，晏殊，你可算回来了。娘这几日想你想得睡不着。宫宴上，夫人急着替苏嫣说话时，看着倒睡得挺好。我那时也是急糊涂了。姐姐手好了，多谢姐姐挂念，已无大碍。那就好，能继续作妖了。王爷，如今您与晏殊已成夫妻，苏家与靖王府就是一家。朝中近日有些流言，还望王爷看在亲眷情分上。苏大人，王妃若认苏家，本王便认；王妃若不认，本王也不认。今日只是走礼，不是认亲。晏殊，你怎么这样狠心？狠心？苏家找我回来替嫁时，不也挺狠心？姐姐在药王谷这些年，想必吃了许多苦吧？听说你师父待你极严，那串铂珠便是他给你的。姐姐那样在意铂珠，想来师父对你很重要。若有机会，嫣儿也想见见药王谷谷主，谢他照顾姐姐之恩。吃？姐姐这是……你不是关心我吗？吃了它，我便信你。姐姐何必如此？你不敢。看来你也知道自己心里有鬼。晏殊，你原以为我嫁进火坑，可惜靖王给了我苏家从未给过的体面。孽徒，你脖珠一断，京城是不是已经鸡犬不宁？你师父骂我呢。多年前，有人向药王王谷打听天生恶骨的孩子，那人遮掩极深，却带宫中气息。宫造金针，师父不会记错。我去查，这种极细金针只在御前医局和皇帝司库出现过。苏家或许知道一些。苏父肯定知道，只是他不敢说。苏去，别让我失望。是。灭口毒，同源，毒法很干净，不像江湖人，倒像太医院养出来的手。当年调包我，如今接我回京，你中毒成残王，都像同一只手。不是像，就是。他到底想要什么？控制你，顺便控制我。
王妃，王爷腿疾犯了。都出去！王爷，出去！疼成这样，还摆王爷架子，毒反冲经脉了。不想让他们看笑话，能压？能。吞了，以毒攻毒。不怕我趁机弄死你？王妃若想杀我，不必等今夜。撑住，内息别乱。你若走火入魔，我还得费劲救。王妃这时候还嫌麻烦？当然，你死了，我不就白嫁了？不会让王妃守寡。有知觉吗？疼？有，疼。疼是好事。若再拿到2味药液，你能站起来。太医院秘库里的紫玉灵，皇帝寝殿进士手里的金乌胆。太医院先动。靖王府在查旧药，他们怎么会查到？娘娘让您闭嘴！闭嘴！当年奉命的是我，如今出事要我一个人担。王妃饶命，老臣只是奉命行事。这里头的毒会让人清醒的看着自己的舌头一点点烂掉。我问什么，你答什么。是，王妃问，老臣全说。当年靖王殿下回京后，太医院奉命给王爷调养身子，方子是老臣开的，可几味药是御前传下来的。谁传的？御前总管赵全，他说是陛下口谕，王爷征战多年，寒气入骨，需用温补之药慢慢调理。温补？老臣起初也不知那药会催毒，后来王爷腿疾渐重，老臣才察觉不对，可那时已经不敢说了，老臣有罪。边地军械案，你知道多少？老臣只听说，当年那批军械并非边军私吞，而是东宫门下的人私卖给了西北商队。此事陛下后来应当知晓，可陛下没有深查，只借此削了王爷兵权。太子那边也只罚了几个替罪羊。好一个父慈子孝！我曾以为父皇只是偏心太子，现在呢？现在知道，不止偏心。你怎么看？皇帝明知太子私卖军械，却不查到底，反而拿你开刀，说明在他眼里，太子的错可以用，正好用来压你。他需要平衡，他需要听话的儿子。你战功太盛，边军服你，他睡不安稳，废了你，他才安心。我从未想过夺位。我信，你若一开始便想夺位，不会让自己被困这么多年。我只想守住边疆，守住跟我回来的那些人。可皇帝不允许。既然他这么喜欢掌控别人的命，不如也让他尝尝被人掌控性命是什么滋味。你想做什么？配一味毒。王爷，皇后宫中今日召见苏嫣，苏嫣似乎听说太医院救事有异，正在打探王爷腿疾。他倒还不死心。他若知道你能站起来，怕是要悔得睡不着。靖王的腿可能并非真废，若靖王能恢复，若当初嫁给靖王的是我，不该是他，不该是晏殊。娘娘，晏殊最不在意名声，却偏偏最容易因名声被攻贬。说下去，他公宴下毒是事实，只要言官弹劾他性情残暴，不配为皇室妇。再说靖王纵容独女藐视宫规，靖王府自然会被推到风口浪尖。你倒是恨他。臣女只是为娘娘分忧。好，本宫便再信你一次。陛下，靖王妃晏殊于宫宴之上下毒伤人，行事乖张，毫无妇德。靖王殿下纵容王妃，恐损皇室威严。臣请陛下严惩靖王妃，以正宫规。诸位大人以为女子被当众辱及清白时应如何？是忍气吞声跪谢羞辱，还是等诸位大人事后来替她主持公道？纵然受辱，也不该私自下毒。辱她之人满如何辱及王妃名迹，如何推断佛珠，皆在其上。诸位若要论罪，不妨从头论起。宣靖王妃入殿。晏殊，言官弹劾你宫宴下毒，你可有辩解？没有。诸位大人若觉得我下毒过分，不如也试试被人当众辱骂清白、推断佛珠后还要跪谢天恩是什么滋味。放肆！朝堂之上，你竟敢以毒威胁朝臣！太子殿下误会了，你的道理便是下毒。我的道理是有债必偿。晏殊，朕念你初入皇室不懂规矩，不代表你能一再放肆。臣妇谨记，只是臣妇愚钝。
若朝廷只管被儒者反击，不管施儒者作恶，那这规矩臣父确实学不会。这是大逆不道！父皇，王妃所言虽直，却不无道理。你这计策，倒让靖王在朝堂护了他一回。娘娘恕罪，臣女没想到靖王会……别再自作聪明。是。王妃，东西带来了。是臣女有眼无珠，宫宴上辱骂王妃，扯断王妃佛珠，臣女知错，求王妃饶命。王妃大人大量，梁家往后必定严加管教。解药，这次解了。多谢王妃，多谢王妃。别谢得太早，往后舌头若再管不住，下一次就不是烟雨骨痛。臣女不敢，再也不敢。穿得很丑。王爷还会串佛珠？不会。不会还拆？总比这样好。这串佛珠对你很重要。师父给的，药王谷谷主，他总骂我天生恶性，说我若不压着，迟早惹出大祸。可他骂归骂，我给抢我堂人的师兄下巴斗。11岁把骂我的采药童骗到蛇库边，12岁第一次配出毒，兴奋的一夜没睡。师父说我不是好东西，没错，所以他给我佛珠，让我动怒时念静心咒。可你没念，佛珠断了。断了也能念。王爷是在劝我忍？不是，我只是觉得这佛珠不是让你忍气吞声，是提醒你想清楚再动手。那我想得很清楚。看出来了。小姐，梁小姐，当众向晏殊姑娘跪逼道歉了。小姐息怒。去把父亲书房暗格里的旧账册找出来。小姐要做什么？我要见太子的人。我有东西献给太子殿下。苏小姐深夜相邀，胆子不小。苏家如今自身难保，苏小姐还能有什么东西？苏家当年与内廷往来的旧账册，晏殊被调包那一年，我要太子殿下保苏家。苏小姐，你如今有资格谈条件。若我没资格，你今晚就不会来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我只知道苏家当年不是自己换的孩子，有人从宫里伸了手，晏殊和靖王查得太深，若太子殿下不动手，迟早会被他们查到更多。苏小姐想要什么？除晏殊，靖王也一并除。苏小可真是狠，此事我会禀报殿下。至于殿下用不用我，要看你还有多少价值。苏嫣，她恨靖王妃入骨，可用，可用。可一个能背弃苏家的人，难道不会背弃姑？不过这账册倒有些意思。靖王私查旧案，查到内廷，又联络边军旧部，若能坐实他图谋不轨，父皇就算再偏心，也留不得他。殿下要查靖王府，不止查，要让他自己露出马脚。陛下，太子殿下在查靖王府，暂未查实，只听说与边军旧部有关。让他查，陛下不拦。朕也想看看靖王到底藏了多少东西。王爷，苏嫣见了太子府许幕僚，账册已入东宫，太子似乎准备查王爷与边军旧部往来。他倒真敢。那便让他查。你要放线，太冒险了吧？猎物若不进笼，总要先让他看见肉。王爷好心肠，还给太子喂肉。肉里有没有钩，便看他演绎。认得。药王谷旧谱里见过，宫廷禁毒配方中的一味药引，寻常人不会这样记。所以当年调包药引，可能某种不只是把孩子罚。也许苏家还以为自己是收钱办事，却不知早就踩进了黄泉局。那苏嫣呢？他更蠢，他以为自己找到了靠山，其实只是把自己送进了笼。父皇，儿臣有事启奏。儿臣近日查到靖王府暗中与边军旧部往来，这封信是在靖王府外截获的。陛下，此事关乎社稷安危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靖王，你可有话说？父皇既然问了，儿臣自然要说。不是，请父皇让人当众查验，信上有边军旧部暗印，皇叔还要抵赖。陛下，这印记不对，靖王旧部传信从不用花押暗印，用的是断制记号，且按军营月份轮换，此印倒像从旧军册上临摹出来的。这是昨夜边境急报，所谓与儿臣私通的旧部，如今正在边境平乱，3日前还斩了敌手，仍未入京，如何与儿臣密谋？太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父皇，儿臣也是受人蒙蔽，儿臣一心为国。出事了！那送信的小厮吐血了。晏殊，你做了什么？陛下误会了，他是心虚，毒才发得快。王妃饶命！奴才说，奴才全说。说实话能活，说假话舌头先烂。大胆奴才，
你敢攀咬东宫？许先生，是太子府许嬷嬷让奴才把信放到靖王府外，再假装劫货。奴才只是拿银子办事，求陛下饶命！陛下救我！混账！姑何时让你做这种事？太子御下不严，罚俸半年，许幕僚等人革职下狱。儿臣领罚。靖王妃笑什么？笑陛下仁慈。东宫栽赃亲王，也只是御下不严。莫非父皇仍在偏袒太子？不是偏袒，他既忌惮你，也不愿太子太快倒掉。他要你们互相消耗，这样的父亲比毒还脏。太子殿下说，苏小姐若再拿不出有用的东西，苏家便先陪葬。再去父亲书房找。小姐还找什么？找能让晏殊死的东西。大小姐，老奴有罪。我不喜欢听废话。当年苏夫人生产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那叶夫人生下的是个女丁，右肩有一点红痣，老奴亲手抱过，绝不会认错。第二日夜里，府里来了宫里的人，带着御前令牌，还有太医院的人。然后呢？说要看女婴生辰，看胎记，老爷不敢来。夫人刚生产完，神志不清，也不知情。孩子是谁抱走的？一个内侍，老奴只记得他腰间挂着御前腰牌，旁人称他赵公公。真正的大小姐被抱走后，过了1个时辰，又送来一个女婴，就是后来的燕小姐。苏府知不知道？知道，老爷收了银子，也知道孩子被换了。宫里人说，真正的大小姐会有人妥善拜，完后不会牵连苏府，老爷便默认了。苏母呢？可老爷说，真正的孩子早夭了，夫人哭了几场，便不敢。那个赵公公如今在哪？老奴不知，只听说后来生了御前采买副使，极得陛下信任。你来做什么？问你一件事，当年卖了我，收了多少钱？什么卖了你？我是被逼的。被逼的人会心安理得养着苏嫣18年，那是宫里的人，我一个臣子能怎么办？所以你就忘了自己还有个亲生女儿。燕叔，娘不是故意的，娘以为你死了，娘真的以为你死了。你只是懒得再找，因为苏嫣乖巧漂亮，会讨你欢心。一个死了的亲女儿，当然没有一个活着的嫣儿重要。晏殊，你如今已经是靖王妃，何必再追究当年？不是追究，是清算。苏大人，真正的仗才刚开始。王妃，皇后娘娘请您入宫赏花，还特意说苏嫣小姐也会去。赏花？恐怕赏的不是花。那也得去，总不能让娘娘白搭戏台。晏殊，前些日子宫宴闹得不愉快，本宫想着你与苏嫣到底有姐妹名分，今日便借花宴好好说开。姐姐，从前是我不懂事，今日当着娘娘和诸位夫人的面，我向姐姐赔罪，求姐姐原谅。苏二小姐倒是知礼，靖王妃若无其非你态度对逼人。既是赔罪，妹妹先饮半杯，以示诚心。姐姐这是何意？怕什么？茶是你亲手端来的，难道有毒？靖王妃多心了，苏小姐一片诚意，您何必如此？你替她喝。既然没人敢喝，那便请太医来验。若无事，我向苏嫣道歉。回娘娘，此茶中有迷魂散。不是我不知道，娘娘恕罪，奴婢不知，奴婢只是奉命端茶。想死？问过我了吗？宫女供称是苏嫣小姐送来的药粉。我没有，娘娘，臣女冤枉。苏嫣，本宫怜你无依才让你入宫，你竟敢在本宫宴上做这种事！来人，送苏小姐回府，闭门思过。晏殊，你早知道是不是？知道什么？知道皇后会舍弃我。苏嫣，你看，你学着把别人当刀，最后自己也成了刀下鬼。试试。现在？难道还要挑个黄道吉日？王妃不帮，站不稳就再练。真狠。彼此。王爷，笑什么？笑京城那些盼着我家残废的人，若看见这一幕，怕是会气死。暂时还不能让他们气死。一张人人都信的假面，比10把刀好用。接下来，东宫会更急。太子不是已经急了吗？还不够，他越觉得我虚弱，越会想抢在父皇彻底查清前定局。你要逼他动手？是。
那王爷继续当残废，我继续当毒妇。委屈王妃了。我又不委屈。放过。暂时放过。懂怕的人通常不会先死，他倒越来越会做人了。殿下，晋王府回话。好，识趣就识趣，只要他不想起当年那壶酒，姑什么都忍。奴婢只是听东宫那边的人提了一嘴，说晋王府近来频繁寻药，太医院也有。你说什么？晋王的腿可能好了？不该是他，站在晋王身边的人本该是我。去东宫传话，小姐还要去，告诉太子，我还有最后一件事要写。臣弹劾苏城贪墨沉淫，臣弹劾苏城收受内廷贿赂，隐瞒宦女真相，臣弹劾苏城结党营私，与东宫官员往来密切。苏城，你有何话说？陛下，臣冤枉，臣纵有小错，也绝无欺君之心。苏城停职，下狱候审。晏殊，你救救你父亲吧！你如今是晋王妃，只要晋王殿下说一句话，我今日不是来救人的，我是来拿回我的东西。你怎么能这样？他到底是你亲生父亲？生恩早被他自己折价卖了。娘知道错了，你不能这么狠心啊！你们早死！都是你这个灾星！若不是你不肯嫁靖王，苏家何至于找回晏殊？本就不是苏家血脉，他害得苏家满门被查。当年把我抱进苏家的不是我，想我带来的好处是你们怎么不说我是外人？如今你还有什么好处？晏殊，你满意了？还早，你别得意，晋王府也不会长久。那你便活久一点，好好看着。苏家倒得太快，父皇会起疑，那就让他没空疑。你要动手了。这味毒会让脉象像旧疾复发，头疼乏力，四肢健僵。他不是喜欢掌控人吗？那就让他也试试。苏家这群废物，竟真被查到内廷账上！殿下，必须尽快切割，几个知情人不能留，处理干净。太子也急了，局快热了，那便添一把火。臣以为只是劳累过度，先开安神方。本宫不想听也许，陛下到底为何如此？旧疾复发，也可能是操劳过甚，需静养。去请靖王妃。母后要请晏殊，若毒就是他下的呢？那更要让他来。晏殊，你快替陛下看看，如何？不是病，是毒。你说父皇中毒，何人敢毒害天子？太子殿下问我，我问谁？能解吗？能问。毒源未明，贸然解毒，只会让陛下死得更快。放肆！陛下放心，您暂时死不了，我会让您看着您最忌惮的儿子坐上您的位置。你最好真能保住陛下。我这个人最擅长让人暂时死不了。靖王来得正好，陛下病重，你便留下侍病。儿臣遵旨。父皇的传位诏书在何处？殿下，机不可失，陛下如今不能言语，靖王借事情入宫，若等他查出毒源，东宫便危险了。秦军未必全听顾他，所以才要以护驾为名，控制宫门，控制乾元殿，再请皇后娘娘逼陛下写下传位诏书。到那时，大局已定。逼父皇，殿下，您不逼，靖王便会逼。传信给禁军副统领。你可想清楚了，这是逼宫。母后，儿臣只是护驾，父皇中毒，靖王和晏殊把持乾元殿，再迟东宫便没了。本宫会叮嘱晏殊。陛下病情未稳，辛苦靖王妃暂驻偏殿。靖王妃最好静心，若父皇有半点闪失，姑第一个问你的罪。太子殿下放心，陛下一时半天死不了。如何？东宫长了2处宫门，禁军副统领已被太子收买，皇后想把我困在宫中。正好。你不拦？为何要拦？太子若不动，我们如何收网？皇帝还清醒着，那就让他看清楚。我每日的药正好能让他清醒而无力。父皇大概从未想过，有一日会亲眼看着自己选的太子反他。快送去靖王府！不，送给靖王妃。殿下真不参与？参与送死吗？太子疯了，靖王也不是什么好人，晏殊更不是人。好，聪明就好。娘娘说苏小姐安分等候便是。去东宫。小姐，告诉太子殿下，我愿做最后一枚棋。陛下别急，热闹才刚开始。父皇，儿臣来护驾了。靖王与毒女把持乾元殿，意图谋害父皇，儿臣不得已调兵入宫，只为江山社稷。晏殊，你笑什么？笑太子殿下好孝顺。拿下他！
做了什么？殿下带兵入宫，难道不先查查香吗？妖女，我没毒死他们，只让对我动手的人暂时动不了。晏殊，你竟敢在陛下寝殿下毒！娘娘带太子逼宫都敢站在这里，我下点香算什么？我再说一遍，拿下他！谁能取他性命，上千金！殿下，不门失守，靖王的人打进来了！靖王他一个残废哪来的人？让母后失望了。你能走？你装残！若不装，如何活到今日？杀了他！陛下，别激动，毒会走得更快。父皇，写诏书，只要您传位给儿臣，儿便诛杀靖王，救你于水火。太子殿下，父皇似乎不愿，那就先杀你！这味道，倒比后宫那些甜蜜熏香顺鼻。王妃，王爷已夺回东华门，太子余部正在往东宫退。王爷先前请您避一避。这种好戏为什么要避？皇后呢？被太子带走了，似乎想走密道。走不了。王爷已派人封住密道出口。快走！只要出了宫，去哀家母族调兵，还有机会。靖王怎么会知道密道？靖王，你真要赶尽杀绝？母后当年看着我被废土夺兵权时，可曾想过留一些？你与太子到底是兄弟？他私卖军械，害边军将士枉死，又借旧案诬我，今夜带兵逼宫，挟父皇写诏，母后想让我怎么念？孤还没说。靖王，你敢动孤？孤是太子，是储君。从你逼宫那一刻起，便不是了。陛下，还是别气了，您越气，毒越欢喜。父皇，儿臣是被逼的。靖王勾结毒女，谋害父皇，儿臣只是护太子殿下，这话留着给天下人听。东宫勾结禁军副统领，撕掉兵马，伪造晋王府密信，诬陷亲王谋逆，灭口苏家旧案知情者。当年边地军械案，东宫门下私卖军械，致边防空虚。陛下昨夜看得可还尽兴？别急，太子没死，靖王殿下仁慈，留着他慢慢审。陛下现在是不是很后悔？早知道太子如此不堪，当初就不该废靖王的腿。喝吧，您还得活着看后头。靖王殿下，三皇子府递了折子。三皇子自请离京守皇陵，余生闭门思过，不问京中事。他昨夜怕是吓得没睡。回王妃，殿下写折时手一直抖，墨都滴了好几处。放过他。三皇子当年嘴欠，罪不至死。况且他懂怕，懂怕的人，暂时可以活。王爷学得很快。准，命三皇子3日后离京，守皇陵，无诏不得回京。奴才替殿下叩谢靖王殿下，叩谢王妃。准了，准了。晏殊没说要毒死我，王妃说殿下懂怕。懂怕好，懂怕好，本王这辈子都懂怕。收拾东西。不，别说太多，免得让人以为本王还惦记富贵。把金银留下多半，药材全送靖王府。靖王殿下这是要监国，慎言。如今陛下不能言太子谋逆，除了靖王殿下，谁能稳朝局？可靖王这些年不是还敢说残废？靖王殿下。太子谋逆案由刑部大理寺、御史台3、4会诊，禁军暂由本王接管。东宫属官，涉案者押，不涉案者待查。是。小姐，是真的，太子殿下被幽禁，皇后娘娘也被软禁了。苏老爷在狱中被追加罪名，苏氏族人还要一除族，免得牵连本支。他们不能这样对我，我是苏家养大的小姐。我亲自去。没必要。他这样的人，最怕自己依附的一切他给他干。你要他活着看？当然，死太容易。王妃，苏府派人来说，苏夫人怕是不行了。想去？不是想，只是该去看看。
王妃要备车吗？对，我陪你。不必，宫里还等着你。宫里一时乱不了。王爷如今倒越来越像个贤夫。怕王妃把苏府烧了。那你更不该去。我若真想烧，有你在也拦不住。你还来做什么？不是你们请我来的。母亲想见你，不代表我想见你。那你出去。燕儿，别吵。晏叔，当年我不是全然不知，醒来总觉得孩子不对。你父亲说我记错了，后来真正的孩子已经死了，我不敢再吵。你不是不敢，是不愿。死人不用你愧疚。苏嫣活着，会哭会笑，会喊你娘，你选她容易多了。是我懦弱。母亲，你何必这样低声下气？他若真有心，早就救父亲救苏家了。你闭嘴，嫣儿，你也错了。这些年我偏疼你，纵着你。晏叔回来后，你若肯真心还他身份，或许不会到今日。你也怪我？不是怪，是太晚了。晏叔，娘不求你原谅，只想苏夫人，女儿。母亲，你满意了？他到死都在求你，却连一声娘都不肯叫。你霸占我母亲18年，如今又凭什么要求我表现的母女情深？我不原谅是我的事。没有信，你今天才知道。冷吗？不冷。手凉。靖王，你不怕我真没心？有心未必会哭，无心也未必不会疼。你倒会说话。实话而已。苏氏族老已决议，将苏嫣从族谱除名，理由是并非苏家血脉，且为苏家招祸。苏嫣，你非苏家血脉，自今日起族谱除名。凭什么？你本就不是苏家人。我不是苏家人，我在苏家养了18年。从前你们哪个不喊我嫣儿，哪个不拿我当苏家荣耀？正因养了你18年，苏家才落到今日。当初你拿我的首饰给你女儿撑场面时，怎么不说我不是苏家人？够了！你攀东宫害晏殊，牵连全族，今日除你是为苏氏保命。是你们怕晏殊，怕靖王，所以拿我当弃子。你知道便好。我要见皇后，我要见太子，我要见父亲。傅成说，若不是你不肯嫁靖王，苏家不至于如此。他不见。见吗？不见。等等，见吧。为何改主意？想看看他到最后会不会悔。你觉得会？不会，但看看他怎么不悔，也挺有意思。你满意了吗？还行。苏家没了，母亲死了，父亲流放，我被出族，你只说还行。那要不我说很满意。若不是你不会来，我也不会落到今日。你想了我18年的身份，是我逼你；你不肯嫁靖王，把我推过去，是我逼你的；你投靠皇后太子，一次次想害我，是我逼你的。可我也只是想活。想活没错，踩着别人活，输了便别喊冤。你这种人不会有人真心爱你。靖王如今护着你，只是因为你有用。等你没用了，他迟早也会厌弃你。本王的王妃不劳苏姑娘操心。叶冷，回去。看见了吗？你盼着我不好，可惜轮不到你。失望吗？有一点，因为他太无趣，到最后也只是把错推给别人。这样的人本就不值得你费心。王爷这是在安慰我。算是。安慰的不错。靖王殿下，陛下龙体未愈，国本之事，臣以为应等陛下圣裁。太子虽废，可新储不可草率。若陛下清醒后另有旨意，岂不乱了祖制？陛下平定宫乱，接管禁军，如今除了靖王，也谁能稳住朝局？此言不妥。靖王虽有功，却也需名正言顺。陛下如今确实清醒，只是不能言。本王也想名正言顺。陛下刚才听见了吗？大臣们正商议谁最适合坐您的位置。父皇，儿臣并不急着坐上去。你倒不急。仓促夺位，容易留下画饼。我要的是他们不得不认。这才像你。陛下别动怒。陛下，若如您有旨意，请眨眼示下。陛下病中，诸位大人还是莫要逼迫，万一误会圣意，岂非不忠？您从前最会让臣子猜心思，如今他们也还是在猜，只是猜的不再是您了。皇帝原来早防着太子，他防所有人，也包括你。如今有了这份被诏，你便能名正言顺监国。还不够，还要朝臣主动请力。王妃懂我，因为王爷心黑的不难猜。
靖王，你想如何？母后还想翻盘，召外戚带兵入宫救谁？本宫只是想救陛下，你逼宫夺权，与太子何宜？太子逼宫是为夺位，我接管宫城是为平乱，有何分别？分别在于他输了。不续了。再续也只是折腾，他该看见的都看见了。妖女，逆臣之妇！陛下能说话了，可惜陛下骂错了。我原本只是药王谷一介医女，是您非要把我拖进京城，拖进这场局里。该杀你！是啊，可您没杀成。你一开始就想夺位。儿臣一开始只想活，父皇废我腿，纵太子构陷我，逼我装残术。儿臣若不争，便只能等死。是父皇一步步教会儿臣，皇家没有退路。陛下驾崩了！先帝遗诏，传位靖王。遗诏来得蹊跷，靖王殿下掌控禁军，焉知不是？太子逼宫案、皇后外戚召兵案、东宫私卖军械案，证据俱在，另有先帝纵容太子借案削靖王兵权旧案证词。诸位还要看多少？报！边军旧部同日送入表文，愿奉靖王为新君。该轮到我们坐上去了。王爷不怕娶了个毒后？从不怕。那你可要坐稳。晏殊陪我，便稳。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先帝驾崩，国丧期间，朕本不欲重刑，然太子谋逆，东宫结党，皇后外戚私召兵马，苏成等人贪墨欺君，罪证确凿，涉案者按律严惩，无辜牵连者酌情赦免。臣遵旨。陛下，皇后娘娘出身药王谷，民间多有毒女之称，如今立为中宫，恐什么？恐有损后宫贤德之名。皇后于宫乱中护驾有功，医治朕救急，稳定后宫，查出太医院多年密毒旧案。若此不配中宫，谁配？臣等谨记。三殿下离京守皇陵前传话，皇后娘娘若不嫌弃，往后每年都送。他是真怕我，怕得长久也算本事。他闹了吗？闹了，骂苏家，骂陛下，也骂娘娘。那便还有力气。要派人盯着。不必，他最怕被人遗忘，没人盯他，正好。怎么在你那里？你更衣室掉了。皇帝陛下亲手替人整理佛珠，不怕损威严？这里没有别人。那有别人呢？他们不敢看。以后若再断，朕替你续。你知道我不是什么贤后，我会报复，会下毒，也未必会宽恕谁。那你还敢立我？知道。我娶的从来不是贤后，是晏殊。皇后娘娘出身江湖，想来不熟宫中规矩。后宫不同药王谷，凡事还是要讲个嫡一统。女子居中宫，最重贤德宽仁，若动辄以毒射人，难免失了母仪天下之风。说完了吗？上茶。诸位说了这么久，想必口渴了，怎么不喝？本宫方才饮过了。既不敢喝我宫里的茶，又何必来我宫里立规矩？放心，没毒，至少今日没。本宫今日也立几条规矩：不许借旧朝身份生事，不许通外处欺压宫人，违者不必送慎刑司，本宫亲自送太医院诊治。皇后娘娘，这是危险。是，你们安分，本宫比谁都好说话；若不安分，本宫也比谁都方便让你们安静。娘娘饶命，奴婢不是故意的。碎了便换，御赐的也是杯子，不是你的命。收拾干净。娘娘，宫里有人私下叫您毒后，要不要查？不必，比贤后顺耳。毒后，挺好。太医院旧案已查清，当年参与朕中毒之人，一个不留。陛下手段也不轻，我可没教你抄家。你教的是清毒。所有药材流向必须逐一登记。娘娘是要禁毒？不，毒可以救人，也可以杀人。蠢人乱用，才该禁。从此谁想在我的地盘下毒，先问我看不看得上。
晏殊，你果然惹出滔天大祸。为师让你下山记事，你倒好，记着把皇帝记没了，还把自己记成皇后，药王谷清净门风，迟早被你败光。还行，比小时候温柔。既已做到高处，便别轻易摔下来。若有人欺你，记得读得干净些，别丢药王谷的人。谷主倒是性情中人，他只是嘴硬，他骂归骂，还是怕我过得不好。想回药王谷看看吗？暂时不回，怕他真拿扫帚打我。朕替你挡。堂堂皇帝挨药王谷谷主的扫帚，脸面何在？在皇上面前，颜面不值钱。内库挑些珍品回赠。娘娘，回礼单上写什么？写药不错，人暂时没摔死，让老头少操心。谷主看见他是要骂，他不骂才奇怪。靖王旧部平定外患，收回2座边城，斩敌3000。陛下圣明，边军归晋，新朝稳矣。看看，打得不错。只是不错，朕想听皇后夸朕。靖王不只会夺权，还会治国，这样夸够吗？勉强够。苦药，陛下怕不怕？皇后未便不怕。谁说我要喂？朕以为这是帝后情趣。陛下，你学坏了。跟皇后学的。娘娘，赵全最后一次现身是在西城门外，之后有人看见他混入商队，往边城方向去了。边城？是，那条路也正是苏家最眷流放所经之路。要查苏嫣吗？有消息。传闻有几种，有人说苏嫣病在路上，也有人说她被人牙子带走，卖去贬县城校的苗子，真假未明，要确认吗？不必。苏嫣最怕被人遗忘，如今无人再记得她，便够了体就死。即刻追拿赵全。晏殊娘娘，奴才该死，奴才当年只是奉命行事。你倒是认识我，你们这些人开口都是这句。奉谁的命？先帝当年钦天监说，靖王殿下命格过剩，若不牵制，日后逼压东宫，动摇国本。所以先帝废朕的腿。不止，钦天监还说，须以恶蛊女入局，方能牵制殿下气运。先帝命奴才查京中生辰相合的女婴，苏家大小姐生辰，胎记绝合。然后呢？奴才奉命去苏家唤女，将娘娘抱走，送入民间。原本要让娘娘自生自灭，后来药王谷谷主收养了您，先帝得知后便没有再动。为何多年后又找我回来？靖王殿下虽废，却未死心。先帝担心殿下暗中蓄力，便命人将娘娘身份系给苏家，让苏家接您回京，再嫁入靖王府。用我牵制靖王，若我杀了靖王，那便以毒女谋害皇室之名处死娘娘。算盘打得真好。钦天监卷宗何在？一部分烧毁了，一部分被奴才藏在边城老宅，奴才愿交出，求陛下和娘娘饶奴才一命。奴才只是刀，真正下令的是先帝。刀沾了血，也不是干净。娘娘要杀奴才？不，杀你太便宜。公开审。娘娘，此案牵涉先帝，若公开恐有损皇室威严。皇室做得出，还怕人知道？照晏殊说的办。遵旨。在想什么？在想所谓命格天命，不过是掌权者为私欲披上的皮。他们把你我都当棋子，可惜棋子会咬人。晏殊咬得很疼。陛下不也一样？原来当年的苏家唤女，竟是先帝密令。陛下，先帝虽有过失，然实者已矣。此案若入史册，后世如何看待皇室？如何看待新朝？周阁老的意思是眼下。臣是为江山社稷计。晏殊娘娘出身药王谷，行事锐利，臣斗胆请陛下劝娘娘修德行善，少用毒术，以免后世非议。周阁老，你有女儿吗？臣有一女，已出嫁。若当年被换走的是你的女儿，被人丢在外头18年，又被找回来当宽恕吗？这不可混为一谈。为何不可？因为被换走的不是你的女儿。臣不是这个意思，臣只是说晏殊为天下之母，应以宽仁为怀。谁封的天下之母？我可没生过天下人。娘娘慎言。周阁老，我从来不普度众生，我只让欠债的人还债。你们怕先帝因私入室，是怕皇室丢脸。可被换走的人生，被废掉的腿，被太子私卖军械害死的边军，这些人的脸面和性命又该谁来顾？这些我不否认，我会毒会报复，但我不会无故屠戮无辜。谁先害人，谁付代价。我的规矩就这么简单。可娘娘如此行事，后世恐说娘娘恶名昭著。那就让他们说，我活着都不怕，死后还怕几句闲话？赵全案归档入史，先帝功过，自有后人评说。谁在以皇室威严为名图左案处？臣等遵旨。生气了？没有。那方才说了那么多，觉得他们蠢。朝臣需要时间习惯一个不装贤良的晏殊。习惯不了呢？也得习惯。陛下很有觉悟。晏殊教得好。娘娘，外头有人说您心狠，连先帝的遮羞布都要撕。
也有人说，若没有娘娘，苏家换女、太子军械案、靖王中毒案永远不会见光。娘娘在意吗？不在意。那若有人骂娘娘是毒后，让他们骂。比起伪善的贤明，敬畏更适合我。怎么，奴婢只是觉得娘娘这样很好，眼光不错。陛下，先帝朝镇银账目牵连甚广，若一一重查，只怕会动摇地方官场。动摇的是官场，还是贪墨之人的命？京城之干部官员富得流油，若不查，新朝如何立信？臣并非说不查，只是此事需缓，把证据烧干净，人证死绝。镇银、军械、边防旧账一并重查，主动上缴贪银，交代同党者从轻，隐瞒不报，罪加一等。臣等遵旨。娘娘，这是近20年供药材流向，你这手上也能叫账册？药材口传，毒药也是口传。娘娘恕罪，旧朝时许多领用并未系登记，今日切得方子存档。宫中私藏密毒者，按谋逆论。娘娘，可是宫中密药历来有之，若全禁，遇上其我说禁密毒，没说禁药，毒也能救人，但你们用毒害才害人害己。第一条，永远别把毒交到蠢人手里。累吗？今日户部尚书下朝后递了告病折子。装病，给他送副补药，让他健健康康来上朝，别想赌。皇后仁慈，另有几位王叔借赵全案串联得位不正，又说你多干政，读书乱供。不急，让他们串联，欠债的人自己凑齐欠条，省得我费心。陛下雷厉风行是好事，只是新朝出力，还是要顾着宗室脸面。皇后娘娘出身药王谷，管后宫便罢，插手太医院和药库，外边难免议论干政。诸位今日是来赴宴，还是来问罪？我们是长辈，不过提醒几句。正好，我也有几件旧事，请几位长辈解释。端砚书，太子逼宫前，你府中私兵200换禁军衣甲，兵甲藏在城郊庄子地窖，你认不认？胡说！还有康王书，你侵吞宗室田产7000亩，逼死佃户11人，账册已由2管家全部招出。皇后娘娘，你这是要把宗室赶尽杀绝吗？您府中做太子余党，今日递消息出宫，我若真想赶尽杀绝，您现在就该躺着听我说话。拿下！朕让你站着被拿，以示看在王叔身份。新朝规矩第1条，别把皇后当瞎子。好了，好了，从今往后，你不必再装残，也不必再受寒夜骨痛。怎么，陛下忽然不习惯自己能走路？确实有些不习惯。这些年，我一直活在算计里，装残藏风忍辱，寒夜疼得无法睡时，也得让人以为我只是废人。有时候，朕几乎忘了真正站着是什么感觉。现在记起来也不晚。若当初苏家没有找回你，你会如何？继续在药王谷挨骂，偶尔下山治病，偶尔毒几个不开眼的，也许做个民间神医吧。先帝怕你我都当棋子，他没想到棋子会长出刀锋。师傅给我佛珠是怕我滥杀，他总说我天生恶骨不压着，早晚出事。但这佛珠从来不是枷锁，那是什么？提醒我出手前想清楚，想清楚了就别后悔。如今呢？如今我想得很清楚。朕知道你从不是任人摆布的刀，你要杀谁，要救谁，都是你自己选。陛下送皇后刀，别人送皇后珠宝，你送刀。珠宝你不缺，给你静心；刀给你防身。宫里还有人敢杀我？总有蠢人。若有人再欠你，就让他们知道皇后的慈悲有限。陛下不怕我用它弑君？你若想，毒更方便。也是。晏殊，你不必变成别人眼中的贤后，朕喜欢的从来都是完整的。陛下这话说的比情药还厉害。有用吗？有一点。那便够了。晏殊呢？那个孽徒在哪儿？让他出来见我。谷主，皇后娘，皇后怎么了？皇后就不是我徒弟了。她小时候偷我毒珠喂师兄，我照样打。老头，刚进宫就揭我短吧？你还笑？我让你下山济世，你倒好，记着把皇帝毒死了，还坐上皇后位。药王谷几百年清净名声全被你败光。路上累不累？先喝茶。你今日怎么这么乖？怕你真拿管杖敲我。哼，你还怕？谷主一路辛苦，你就是那个被我孽徒治好的皇帝。腿给我看看。余毒轻了，筋脉也续得不错。夸我？手艺没退步而已，离夸还早。皇后医术天下无双，你少惯着她。她小时候就是没人惯都能上房揭瓦，如今做了皇后，再惯还得了？朕觉得还好。没毒吧？放心，我毒谁也不会毒你。哼，那可不一定。你12岁时还给我汤里放过麻蛇草。坐在这个位置累不累？还行，比看一群蠢货演戏有趣。果然还是天生恶骨。恶骨就不能活得好？能，只要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断过又续上了，靖王串的。他待你倒是真心，你呢？我也不讨厌他。嘴硬，
我是来看你有没有失控成杀人魔头。还行，算你没把药王谷留脸丢尽。你们两个，一个心黑，一个护短，倒真是一对。谷主过奖。娘娘，今日外头有人说您当年宫宴上抬手一挥，满殿贵女全吐黑血。我挥手了吗？好像没有。吐黑血了吗？也没有。那编得不够好。还有人说娘娘是阎王转世，专收欠债恶人，亏心人夜里会梦见娘娘拿药瓶站在床头，这个不错。也有人供娘娘牌位，写的是晏殊仙子。皇后仙名远扬，不好听，太善了，像骗人。那毒后呢？顺耳朵了。陛下不怕有人认出来，热闹也不敢喊，认出来也不敢喊。京城里烂人不少，也算皇后轻毒有功。若不是晏殊姑娘当年路过救了我儿，我家孩子早没了。权贵怕他毒，咱们怕什么？他救过的人比杀过的人多。只是觉得他们的胆子挺大。敢供我？救人和杀人本就是一双手的事，看对方配得到哪一种。很像你会说的话。话说那药王谷毒女入京，一串佛珠断满殿，3滴毒血翻宫宴。后来父韩王登帝位，自己也成了毒后。那苏嫣啊，乃是前朝狐狸精幻化。当年宫宴之上，是晏殊一瓶显形水泼出。要不要治治这个说书人？他说你像妖魔。讲的挺有意思，就是把我写的太善良了。毒后虽狠，可狠得痛快。苏家那样的人就该有人治。可她到底是毒女，谁知道哪日会不会乱杀人？你懂什么？阎王收的是恶鬼，又不是好人。今日出宫开心吗？还行，明日让人去那间说书楼赏银。赏什么？赏他说的有趣。初东大潮，边疆定乱，新政落地，积年旧案尽数尘埃落定。陈年积弊，宫闱诡案，朝堂私怨，今日尽数风霞落荡，再无隐匿。旧案归档，不为翻旧怨，而为立新规。自今日起，贪墨军械镇淫者重罪，内廷私用密毒者重罪，借皇权欺压无辜者亦重罪。臣等谨记。晏殊，你这样的人迟早惹出滔天大祸。多大的祸？大到我替你收不了场。在笑什么？想起师傅，若他知道我没按他说的做个好人，反而一路做到皇后，大概要气得从坟里爬出来。那就让他爬，他若真爬出来，朕替你挡扫帚。这一路欠债的人都还得差不多了。苏家欠我身份和亲情，苏嫣欠我18年富贵和替价算计，梁小姐欠我羞辱和断珠之仇，先帝欠你的腿，也欠我这一场人生局。太子和皇后欠下的权欲之债也还了。还有吗？还有你，你欠我什么呢？欠你一个安稳的心潮。这个你正在还。欠你一生不惧，朕会慢慢还。冷吗？回去。不冷，再站一会儿。师傅从前总让我念静心咒，你念过吗？有用吗？偶尔，没什么用。菩萨普度众生那套不适合我。那什么适合你？谁欠了我，我就要谁还。菩萨普度不了众生，但我可以。